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学到了《地藏经》哈。我收到这个大家的来信呢、留言了很多啊。最多的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啊，就是知道很多事儿不能做了啊。比如说劝自己和家人哈，就是少杀生，多吃素啊。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地狱啊，这个随时就在我们脚下，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事实就是如此。所以大家复习一下哈，就是我比喻呢，这个其实是佛比喻的，这是我理解的哈。就像有这个九层楼房。3层在地下，那就是下三道。中三道就是人与人相关的，上三道与天界相关的。做的好事多呢，就像身上绑着气球往上升。觉着做的坏事多怎么样？就像绑着秤砣往下坠。对，做好事多，气球往上飘；做坏事多，就是坠秤砣哈，就往下掉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多做善事。对啊，多绑气球啊。对，多做功德的事情啊，尤其是少杀生啊。其实给人带来伤害的，还不仅仅是杀，是吧？还不仅仅是杀。我们也为了让网友都学到哈，我们回忆一下，给人带来伤害的可能有几种情况呢？除了杀，欺骗呐、偷盗啊。杀生是最严重的哈，一项一项的，别模糊。最重要的是要孝顺父母，不能杀害父母，这是最重要的。不能伤害啊，不能杀害。伤害不一定要命，对不对？就是有些特别不孝敬啊，甚至是辱骂呀，违背呀，甚至推搡父母，虽不上直接打，但是年老体衰的老人，经不起你这样推一把呀。碰一下那样都是经不起的哈，这就是大不孝啊！在过去的王法之中哈，在过去的政府的刑法之中，就在古代，这个叫忤逆不孝，也是要砍头的。对，定的好，政府法律也是很厉害。这个法律好。对，所以后来说人人平等了，谁养谁呀？那这个世界乱套了，我就不养你，怎么了？对，所以大家就觉得。我爱怎么着怎么着，所以人太民主了，不民主吧？说大家在追求自由，是吧？也有很多不方便。当自由到没大没小的时候呢，这个就出现了一种乱象啊。对，那还有呢？刚才那个，我看秤砣上的有很多名字哈。对，有这个放火，对，诈骗、撒谎。赌博、偷盗、吸毒、抢劫、贪污，嫉妒、诈骗、懒惰，还有撒谎，吸毒、贪污，对，还有2个大家不注意的事情，嫉妒，懒惰、奢侈浪费、懒惰，上次我们就说过，懒惰大家不以为是一个错误，是吧？实际上很多，是吧？这个房子变烂掉了，就是懒惰。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兴旺的事业，因为管理人的懒惰，让这个事业垮掉。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记得咱们用的这个 iPhone 公司，这个叫苹果公司是吧？是。之前那个已经去世的那个 CEO 乔布斯，他在上任之前的时候，他的前一任的这个 CEO 总经理，对不对？就是他们家公司哈。遇到了问题，股票狂跌的时候，人家一家4口在国外海滩上说：“不要打扰我。”对，这是我的度假的私人时间，是吧？对，你看，把这个董事会给气的呀，给解雇了，五内俱焚呐，痛苦致死。你就留在那海滩上度假，接着度吧。对，这几个老头气坏了，连夜的就是说，度你个头！我们都想杀了你，立刻把你开除解雇，赶快把这个又倔又犟的乔布斯弄回来。看这个事业像看待生命一样宝贵的人，
请回来是吧？是勤勤恳恳的，就把这个苹果公司弄好了。以后咱们再说哈，因为任何一个事业都有起起落落，只是在那个时代，你看反映的懒惰，懒惰本身就是太自私嘛，贪图个人享受。对，尤其是这个很多重要的职位，对不对？重要职位，比如说你那个机构突然之间，现在很多是网络性的机构嘛你们家机构中病毒了，电脑宕机，比如说你是银行业银行业该取钱取不了，该存钱存不了，该上网上不了，很多用户投诉，说正好是投诉的时间是礼拜六上午，你这2天休息。如果你是一个其中的经理，你老板找你，你要不要有一种责任心？先不要问我的工资是否给我双倍我要不要自动的说不行，我得赶快帮我的银行公司恢复它的运作。你有没有责任感？对，叫我的话，我就会有，是不是这过去讲吃人俸禄要为人服务要去干这个活江湖杀手来说是收人钱财，育人消灾，是吧？那黑道是这样，是我说黑道白道是个问题，我觉得你做的这项工作就是做这种服务。那么这个临时来加班做一个事情，因为是危急的关头你从一个道义来说，先别谈这个加班费，对不对？我先让公司恢复正常运作那这公司黄了之后，那你还能在这公司打工吗？不就没有了吗？但也有人说，公司那么大，管我什么事儿？这不留我自有留爷处，我有个地方去打工去。我觉得好像这个人叫无情无义的人这种人，我觉得如果一个姑娘嫁给他的话，他对你有责任感吗？是不是太自私了。你年老体衰之后谁爱你对不对？你病了之后说病了活该，我正想给你下包药呢，是吧？所以当这种看似负面的小问题一放大之后，问题还真挺大的。这种懒散的心态就是师父还讲的是是希望他们还能够在比方说下班时间去多付出一点了就是有些就是更令人痛恨的是，他本该做的工作他都不把它尽职的做好，没错，造成很多其实豆腐渣工程是怎么造成的？就是你该做好的他没做到位，对，按照规划方做到，就是懒，就是你比方说工程师要求做到10级，那建筑的时候他只做到差不多就行了，看上去能应付就可以了，他就懒在这个思想上，最后造成了豆腐渣工程，出了人命。工作中偷工减料，这是故意的。因为就是说，反正施工的话我少干活是吧？这老板少投入，工人少干活，工人少动手。有一年我不说国家了，某一个国家的这个娱乐场的大公园就是收费的他去这玩一项游戏，都是挺速度型的游戏都是每一项都单缴费。比如说你坐这个一种特别快的车，坐上去快着转50块钱但一会儿转成那个大转轮子一样，像大天轮一样，像摩天轮坐上去转一圈60块钱。有一个摩天轮倒了倒了之后60多个人受伤，30多个人当场砸死，对，还有多少人几百个人受伤。那等下来一检查一看，说起因是什么？怪不得倒掉了。螺丝钉，它最重要的连接之处可能就承受几百斤。那一个摩天轮大铁架子多少吨呢？对呀，至少超过50吨。简直在风雨飘摇之中能不把人给摔死算怪呢。最后追吧，焊接做这个摩天轮的这家公司早倒闭了，也早关张了。对，最后说因为人命关天呢，就找这老板说，我要求的嘱咐的那些都是达到技术安全的，他是工人不好好干，这老板少给工人钱，工人更懒得去多焊一下，是吧？再还有安装的时候的失误，对不对？那该用那么比如说20公分的螺丝，用18公分的，本身就容易松动，应该拧得紧紧的，拧得松动了之后，在这运动之中螺丝松动没人维护，就只管收钱的时候，老板只管把钱装在腰包里去走人，但是这些机器的维护没有做到，
所以一个好的一个事业哈，就它的维护本身不能偷懒，是吧？管理不能偷懒，是吧？老板更不能偷懒，工人和下面的一层层的管理者更不敢偷懒，否则就会人命关天，是吧？有些做电器的，各种各样的电器，啊，那个我们热水炉加一个淋浴那个，哎，那个尤其是插电的那个，哎，这个很麻烦了。哎，这个工人施工当中有两道工序处理不好，很多人就在洗澡的时候冲地而死。啊，之前我们讲过这个案例，多么悲惨啊！还有呢，现在用那个很多人家哈，很多国家的很多人家洗澡的那个烧水器呢，是烧煤气的，这够安全吧？还有一个懒惰的致死方法，就用这个煤气淋浴的时候，就不通风，对，就等于煤气中毒了。尤其是前些年，很多人不懂，很多人不懂呢。其实烧这样的一个炉子哈，大家以为这是高科技，高科技只要按在任何地方烧就好了，就能淋浴，就能洗澡。其实不是这样，它需要叫基本条件，要有足够的通风。很多人不懂，自己回去就刚自己就安上去了，觉得只要是能烧水能出热水这就完成了，其实不是。说洗澡的这个小屋子一定是和室外的空气是流通的，也就是至少有20-30公分的一个大窟窿和外面的空气流通，就是里面烧煤气你只是没看见而已，烧煤气烧水的其实那个炉子隐蔽在那个小方块之中啊，烧煤气的那个废煤气和那个废热水跑哪里去了？如果出不去，会把洗澡的人，尤其是女孩家洗个头，多洗一会儿自己，对不对？通常超过20分钟就可能那个是一氧化碳嘛，中毒，人就会昏倒。当达到多少的时间、多少分钟以内不及时抢救，人就会变成脑死亡，非常恐怖。为这件事情，洗澡死的人、被电死的、被这个一氧化碳熏死的人，全世界每年还是有大量的，到目前来说。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图懒惰啊！所以因为懒惰的原因，好多事。开车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速度的时候，比如说你往旁边路上靠，或者拐弯的时候，你看多少司机一马虎，开个大车一拐弯就把旁边骑摩托的人给压死。对，尤其是在马路的十字路口上一拐弯的时候，尤其开着大长的卡车，能把这个人家站在路边的安全地带的人给刮倒压死啊！这都是懒得多看一眼，就是责任心不够，懒得多看一眼，所以就弄死人，哎，是吧？还有开着那个刀高的那个大卡车，很高的大卡车，哎，就过那个桥下头，把那个桥墩子给撞断了，桥梁给刮下来，对不对？其实那个司机自己都会死亡，叫猛撞那一下，这司机不死是不可能的事情。懒惰、疏忽，哎，多小心一点，是不是啊？有一份责任心，你在工作的时候让你紧张起来，要有警觉心、责任心，啊，要淡化自己的懒惰心，是吧？哎，你才可能保证很多事情是安全的，别人安全，自己也安全。更不要说建筑工地和高空作业的人，一定要随时紧张、小心、认真谨慎，是吧？所以很多的这个罪过行为，就是在我们日常工作之中，是吧？一嫉妒心一来了，自己都不知道，啊，立刻就开始讽刺发苦，是吧？打小报告，哎，对吧？就开始捣鼓别人，严重的用嘴巴伤害人的，能导致让对方自杀，或让对方厮杀起来，这些从法律上找不到什么罪过，但是到了阴间了，阎王爷都给你算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如果没有这份学习，没有这份警觉心，就是道德的警觉心，我们随时就会犯罪造业。当问题出来了之后，有的时候人在佛前、神前，甚至在师父前说，你看我们这么好，怎么还出这种问题？你只是这个时候你并没有拿账本来查看一下，到阎王爷看看你的账本，就知道你罪过有多少了，知道吗？只是犯罪成了习惯，就以为不是犯罪，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时时的要小心谨慎。像我刚才只是说了懒惰一个事情引发的事情啊，太多了，太多这种是是非非，更不要说叫直白的伤害啊，非常的麻烦啊。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堕落下去啊，因为引发的伤害使我们变成大秤砣往地狱里下沉下去。这里包含着所有的人，包括天人，别说普通人了，更不要说你是一个读过大学的，什么读过博士的，没用，是不是啊？读的书多，犯罪更厉害啊，是吧？那天人不好好谨慎的，一样落入地狱。所以落入地狱的不光是说人，也不光是坏人，天人也一样啊，天龙八部也一样，一样落入到地狱。所以地狱不是个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懂得了哈，懂得了之后从哪开始做起呢？一个认识到了哈，要让自己警醒啊，我们要开始恭敬啊、赞美啊、供奉地藏王菩萨，多做这样的事情啊，让自己随时每天能提醒自己啊，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警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啊，就是恶言不出口啊，恶念不生起，对吧？啊，善念最重要啊，就是时时勤拂拭啊，勿使惹尘埃，多一点善念，少一分恶念，对，想这种坏事该不该做呀？他想的时候就说那就不要做，当进行犹豫这件事该不该做就不要做，尤其是坏事的时候。要是好事该不该做也思考的时候，那该做，就是这样啊。好，这个太重要了哈。那么在这个大家学习这个地藏经这个期间呢，还有后来很多网友来信哈，比如他的亲人得以解脱超度啊，世界各地都有来信的啊，往生的亲人，尤其是托梦，这几天托梦，梦到他的亲人往上走，梦到地藏王菩萨或者像金色的一个生命，就不同寻常的金色的生命，将他这个往生亲人接到上头去了，还有过去梦到往生亲人都是愁眉苦脸的，啊，阴风凄凄的那个样子，现在之后那个阳光灿烂，都是光明的往上走的，这些都是好事啊。我就不一一的解答，也不一一的给你回信，因为我自己的时间很紧张啊，所以就是回答大家这样哈。凡是看到在梦中亲人到了好的地方，他的面容啊、感觉啊都比较快乐的、自在的，这都是好的啊，所以就多放心。所以我们的一份善念哈，就可能就是挽救、解救了我们在地狱受苦的亲人，做那一份功德啊，一份功德。你看韩国一位网友就跟我说，其实他就是点了盏灯啊，为他的这个老父亲，这老父亲也是得这个肝癌，据说过去老父亲年轻的时候还杀过人啊，对。都这些罪过，但是呢，避开了法律的追究，那肯定下地狱了吧？他梦到他父亲，父亲就在受刑罚挨打，满脸血，最近梦到他这个父亲就不一样了，干净了，面带着笑容啊，对，看到佛菩萨来接引啊，那非常的痛快啊，对，还有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也是哈，还有一位父亲呢，一个白的像细麻杆一样的身体，总是被很多恶灵
就是烟雾缭绕的那个邪气缠绕着他父亲，在挣扎痛苦啊。那最近这个学完这个地藏经之后呢，他也是稍有发心呐，照着这个听，照着这个做之后，哎，这父亲就不一样了，还是穿着白色的，他说一下回到年轻一样的那种帅气潇洒啊，对，骑得像个自行车一样，一会儿哈就冲上天去了，还和他挥手再见了啊，上去了，哇，真是太棒！他前面那个道路就像一道白色的光啊，接他上去的，哎，真是很好，好，大家都知道了哈，就是我们多做功德啊，就是不要等惹了是非说用什么方法去化解它。那我们现在读了这个地藏经之后呢，就2个大的方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知道罪过啊；第二个呢，知道做功德，避开这些事情。那么第3个，我一再讲的，说我们的亲人如果在地狱去在受苦的话，我们活着的人没法顺利平安啊，没法顺利平安。其实这个天下的道是统一的。比如说特别厉害的算卦先生，在家风水师，在家有阴阳眼的人，他在看你的这个人的长相之中，比如说你家里有邪气，他就懂得，就全部是吻合的，和我们佛教里所倡导所说的是一回事情啊。对，所以我们当越多学习之后，就懂得了这个世间这个阴阳善恶因果啊，这个因果报应的概念，就呈现在我们的命运命相上头，也就是包括我们的长相，都是因果的结果。可怕吧？连我们的长相都是因果的结果，就是这样。对，所以就身为人来说，我们大家都希望成为一个聪明可爱、身体健康啊、吉祥如意啊，这一辈子是大富大贵的人，对不对？都希望这样子的。这些就光这一份功德都是修来的，更不要说成为天人了啊！就光做成这一辈子大富大贵都是很不容易。这个世界上大富大贵的人毕竟是很少数，对不对？多数人还是不去劳作就吃不上饭嘛，多数人是这样，少数人就会成为有钱根本花不完啊，也没有什么横祸加身啊，这个就是修来的，就前世人家修得好。你看前天在我们禅堂外头，疫情期间嘛，我们禅堂外头搭的有这个帐篷啊，大家可以在那坐着喝茶聊天啊。有一位女士，我去看了她之后，我说你这个人，虽然你这老来找我，肯定你觉得有点不太顺哈，但其实你这一生之中很多事儿还都是顺的。结果人家3个儿子每个人考试都是状元啊，每个人都聪明透顶，就不得了啊。对呀，因为我就是看他是一个富贵的人嘛，这一个富贵的人，这是他过去修的德。过去他的祖上做高官啊，因为这个权力的原因去帮助过很多人。但是你身上还有煞气，但我还有煞气，你刚夸了我，对呀，因为煞气你前辈子做官之中有人做军官，也杀了不少生，所以呢这2个东西里头也挺麻烦，就是命运就是富贵感很好，但是横事还会发生，因为杀生太多，被杀的灵魂，对不对？比如说你杀了，比如说500个人，现在只有389个，他的恩怨已经还完了，还有100多个呢。好，这个懂得了哈，大家懂得这个人生的这个富贵呀、吉祥啊、灾祸呀、职业呀，这个甚至寿命哈，甚至子孙后代的状态，都是与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啊，这就是有因就有果的这么一个关系而得来的啊。所以呢，大家呢就是不做恶事啊，只做善事，要多修行，多做功德啊。大家记得吗？经典之中说了啊，只要佛菩萨的这个名号
一经你的耳朵，一经你的嘴巴啊，一走心啊，哎，那就是消灾无量啊！啊，对，关键时候本来该下地狱的，下不了地狱，哎，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起呢，诵念地藏王菩萨心咒哈，为大家祈福。哎，大家呢现在呢可以想想，是为你们家谁祈福呢？可以想想，也可以为全家人，也可以为一个特指的人，或者是正在得病的呀，或者有一些重要的麻烦事要解决的呀，啊，或者希望是健康长寿啊，都可以的啊。对，那我们就是专心用心去诵念就好了哈。那现在准备开始诵念了。哈哈哈，为什么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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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为什么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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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为
什么耶稣好？哦，哈哈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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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耶稣好？
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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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为什么
么耶稣好？哦，哈哈哈，为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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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耶稣好？哦。
为什么耶稣好？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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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好？
什么耶稣好？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好？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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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好？哦。
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
耶稣好，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好？哈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好？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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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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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哈？哦。
什么耶稣啊？哦，哈哈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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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
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
为什么耶稣啊？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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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
稣好，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好？哈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好？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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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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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耶稣哈？哦
为什么耶稣啊？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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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彼此诵念功德，回向法界。愿大家所愿皆成。好，大家搓搓手，之后搓搓脸。对，希望能消一切我们曾经做下的这个恶业啊。愿我们往生的亲人呢，都能得到佛菩萨接引啊，往生东方或者西方极乐世界啊，最起码也往生天界啊，不在地狱受苦啊。对，一切在世间的人呢，都能够随心所愿，如意吉祥啊。孩子呢都能乖巧啊，智慧，好好读书听话啊。这个一切该成家立业的人呢，都能顺利的成家立业。还需要有理想工作的人呢，都能达到自己的愿望，找到好工作啊。希望大家呢，这个身心灵都能健康，快乐。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
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美丽了。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